欢迎收看第10617期北京不静音。实在不好意思啊，我最近比较忙啊，主要原因呢是虚舟之旅那部小说的写作进入了最后阶段，还差3章就写完了。所以很多时候呢，我的情绪和思维都陷在那部书的情节里啊，所以你们看今天的节目没有做片头，那么这个字幕啊也是纯机器翻译的，我也没有时间校对啊，你们就主要听我来讲。那当然，为了便于你们理解，一会儿讲到的涉及到文本的部分啊，我也都做了课件，会呈现给大家看。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做中共认知战人物录这个系列，聚焦的人物是陈军先生，啊，又是一位曾经来和我做过对话的嘉宾。那么，通过他呢，我给大家介绍一种非常高级的中共认知战。那么陈军先生呢，曾经来跟我做过2期北京对话。那么在那2场对话中呢，陈军先生说我们要不要做一个长期的一个系列啊，每周都对话1场啊，那我觉得也很好。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先夸2句啊，那么我觉得陈军先生是华语世界少有的这个表达啊，这个言谈举止都非常温文尔雅的，对吧？从来不说脏字啊，从来也不会很情绪化的去和人吵架，能好好说话，这就很难得。那么其次呢，陈先生非常擅长一些哲思的部分啊，毕竟学哲学出身的啊，也看过很多的书，特别擅长写长文去剖析一个问题。那么鉴于这些原因啊，我觉得和他去做一个固定的系列对话是挺不错的。所以当时呢，我们那个对话的标题啊就叫静文陈述啊，静就是北京啊，听，那么陈军来陈述讲述啊，这么一个意思。还有一个副标题叫你知道的未必是真相，这一部分呢是陈军先生提供的啊，他觉得他想讲出一些内容啊，可能跟你脑子中的所谓真相是不太一样的。好，那我们开始做这个系列呢，总共做了8期，那等于加上之前的2期北京对话，就是我跟陈先生总共做过10期的对话啊。那么静文陈述这个系列做到第8期呢，就停止了啊。那为什么没有往后做？这个是必须要先跟大家交代一下的啊，之前都没有讲过。我本来呢是有这个第9期、第10期、第11期和第12期这4期的内容啊，我都策划了，正好是去年的这个6·4前夕啊。我们计划呢是在6·4之前的1个月内，那么每一周做1场吧，总共做4场对话，就专门聊8964这个事儿。那每一期侧重点是什么呢？我给大家看看，我们其实封面都做出来了。好，这是最开始想做的啊。那么第1期，就讲这个回到天安门广场，反思何为社会进步。好，那么第2期呢，讲离岸民主派的作为算是民主运动吗？然后第3期呢，我们会讲重新认识那一个个响当当的人物。这个就主要是8964的一些很标志性的人物啦。那么，可能有王丹呀，可能有谁啊？我不知道，因为是要听陈军先生来讲的嘛。啊，他对这些人物的一个看法，我也很好奇当时。那么第4期呢，就是最后了，要讲6·4注定会失败？聊人类的未来。那么这4个标题呢，是当时第1版啊，是我起的。然后发给陈军先生，然后他觉得不好，于是呢他就回复了我一个他自己写的长文啊，里边讲到一些8964的问题，他意思说让我从这个长文中去汲取啊，重新拟一个新的标题。那我就看了他的长文，大概了解了他的一些想法之后，我觉得好，那我们就修改一下。现在给大家看第2版啊。第2版呢，这9、10、11、12就变成了这样的标题啊。第9期我们打算聊分析8964注定失败的原因啊。接着
第10期我们聊反思怎样才是真正的社会进步。第11期解构为什么要对民主制度祛魅。好，第12期也就是整个这个8964系列的最后一期，要探讨如何避免更糟糕的下一次。就我觉得熟悉陈君先生论调的人都知道陈君先生在8964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以及呢对于这个比如香港反送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对吧？那么我对此持保留意见啊，但是我还是很想听他聊一聊细致的通过对话的方式来讲，通过4期对话来讲8964。但是很遗憾你们看到的这个节目策划，这个所谓静文陈述系列的第9期到第12期就没有发生过，对吧？我们就到第8期就截止了。为什么？这个原因今天告诉大家，就是呢，当时呢，陈君先生对我的频道的内容有一些干涉。那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因为他只是我请的一个固定嘉宾，我们只是做一个单独的系列，对吧？那么只在这个系列内，我们可以商量交流怎么去做，但是我频道的其他的内容跟他是没有关系的，对吧？那他有一些干涉，所以这个是突破了一个底线，一个界限了，所以就这个合作就停止了。那么我原来觉得只是一个个人的审美或者一些价值观取向的问题，但是我最近观察华语世界，我突然觉得这个问题有一点不那么简单。我给大家讲一下我的一个想法首先呢，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有定性的人，有定力的人就是我是保持我的独立性因为做了3年多的频道，你们也看到了，我没有跟任何的所谓组织势力或者某一派的什么人走得非常的近，我一直游走在这个华语世界中保持一个个人的独立性。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你什么声音都要听，但是你又不能去为某一种声音去背书那我愿意搭建对话，但不代表说我只和某一类人对话，对吧？这是我一直想突破的界限。但是我觉得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像我这样尤其是一些可能比我还年轻的，现在涌现出很多的 UP 主，对吧？那么当他们要和比如陈君先生要去做这个合作的时候，如果陈君先生也去给了一些意见或者一些干涉，那他们有没有这个定力说我就不接受？那于是我就想到了一个人，最近观察到的我之前呢也讲过这个北美王路飞，对吧？那么他和陈君先生现在走得很近嘛，我就观察他们的模式呢，就是王路飞擅长去挖一些数据，然后去就是尤其是盯着某一个人可能某一个反共人士，挖他的数据，挖他的这个网上的言论，然后做成核定本做一个这种数据。然后我就看呢，王路飞发的这些东西呢，陈君会去转发，然后接着呢，陈君会写长文比如说去批评这个人，这个时候呢，像王路飞还有其他一些账号，就会出来又去转发陈君的言论，说的真好，说的真对，就形成了某一种互动。那我就在想了，那这个里面有没有一些这个干涉对于这个比如王路飞这个频道的一些干涉，这个我们不知道那我觉得今天这一期节目呢，这个聊家常的部分到此结束，我们来进入正题。正题呢，就是我今天想用因为陈君先生最擅长的就是发长推文嘛，对吧？很多人说他这个说话很绕说他这个不知道他要表达什么。其实并不难，对吧？因为我是一个文字工作者，所以今天我们来做一个非常细致的工作，就是把他的其中一篇长推文里面的方方面面的问题，我给大家分析清楚。这篇文章呢，最近很有名，是他批评吴国光先生的一篇长推文批评他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吴国光呢，最近在接受一些频道的采访，
对吧？就聊这个张幼霞的这个事件的时候，说了一些话。那么针对这些话，陈军先生写了一个长推文去批评吴国光。那我觉得就通过这一篇文字的一个结构啊，如果你们能够愿意跟着我走下来，那我觉得对于陈军先生其他的长推文究竟是一个什么路数，你们就基本可以了解得很清楚了。那么分析完这篇文章，我再给大家分析啊，那这个里面和中共认知战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好吧 ，OK。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啊。首先是这一篇长推文，我们会一段一段的、一句一句的去往下剖析。首先一上来呢，陈军就说呢，吴国光先生啊，关于这个习近平整肃军队高层的这个说法啊，最近被频繁引用。他说啊，也迅速流行开来。然后呢，他说呢，吴国光把这一切定性成叫斯大林式的大清洗。由此得出结论什么什么。好，这一句的问题在哪儿？那我们先看啊，在这个里面呢，陈军先生的原话是说啊，说被频繁引用，也迅速流行开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其实这是一种先承认影响力的一个开场啊，就是说我今天这篇长文啊，我是分析吴国光啊，那吴国光可不是小角色哦，不是在这里胡说八道啊，而是一个已经流行开来的一个公共叙事啊。所以我才要去聊啊。那么这个开头的作用就是把自己的文章定位成是一个公共卫生式的矫正，这不是私人恩怨和吵架啊，就是让读者觉得这件事值得看啊。这一个开头是很漂亮的啊。好，接着我们看第二段，他说呢，这个吴国光的论证并不复杂啊。习近平撤换调查了一批军队高层，于是清洗这一概念可以被迅速套用，继而升级为斯大林式的大清洗。那陈先生认为啊，他说这种词语的切换完成的非常快，中间几乎没有停下来讨论事实层面的差异，究竟发生了什么，规模如何，机制是什么，对象是谁。好，我们来分析这一段啊。陈军在里面说了一句话，说这种词语的切换完成的非常快。就是他并不是去证明啊，就是习近平最近对张幼霞和军内做的这些事情到底是不是大清洗，他不去在这个定义上去纠结在这里啊，他也不说你吴国光说这个是一个清洗或者大清洗究竟是对还是不对，他没有纠结在这儿，而是说呢，说是你太快的把它叫大清洗了，他认为这是吴国光的问题啊，太快的叫大清洗了。那这招的作用呢，就在于，就是陈军啊，就把这个争论啊，从你怎么看习的这个做法啊，习近平的这个做法，换成了说你吴国光到底有没有方法论，哎，就转化到这儿了。其实这一句话，这种词语的切换完成的非常快。如果你读他的这个长文，在这个点上去跟着他走，那么你就进入了陈军的主场啊。主场是什么？他的主场就是文本、分类。概念精确性就在这个地方去纠葛。那当然了，我们有时候也讲啊，应该咬文嚼字，应该去认真对待这些东西，对。但是我一会儿会给大家分析到啊，就是如果你跟着他的这个节奏，在这个文本分类、概念精确性的他的这个主场内去走下去的话，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啊？那个效果是最重要的。好，我们接着看啊，下一段，他说呢，围绕习近平对军队高层的处置啊，这是一个事件，对不对？他认为呢，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去描述这一个事件啊。你可以说这是严格治军，你可以说是反贪腐，可以说是依法办事啊，是整肃军纪啊。这是陈军的列出来的啊。这大家听听这些措辞啊。好，他说，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称作是大清洗。他认为这些词是可以随意互换的。说他们与事实的距离并不相同啊，大家仔细的去品味他这些字里行间啊，当然我都会给大家分析清楚。然后呢，他就说，那但是呢，在这不同的措辞里啊，反贪腐啊，或者整肃军纪或者大清洗啊，那么这中间有一些呢是更符合这个说话者原本的预期的。然后他就说，吴国光在里面选择的
因为吴国光说选择了大清洗，但是也有人说呢，说吴国光接受采访的时候，其实大清洗这个话是袁立说出来啊，不是吴国光说的，他只是去评论了一下啊，这个都不说啊，因为我不看这个不明白播客，我不知道原文是什么，我们只专注于陈均先生的这个原文啊。好，那么即便是吴国光说的大清洗啊，陈均认为呢，吴国光，你可以说这是反贪腐啊，你也可以说是整肃军纪啊，依法办事，你为什么要说要用大清洗呢？甚至斯大林式的大清洗这样的词儿呢？他认为是吴国光选中了其中情绪强度最高、道德负载量最重的那个词，特地选出来就在这里用啊。所以道德负载量最重的那个啊，陈均原文中的这句话，其实这句话就是一个典型的修辞裁决，就是陈均在暗示什么？就是吴国光不是在描述事实。刚才那段里大家也听到了啊，不同的说法跟事实是有不同的距离，对吧？他埋了这么一个梗，实际上他就在暗示说，吴国光你现在在这里说大清洗，那你就不是在描述事实，你只是在挑一个最能引发道德反应的标签。那这个句话啊，就会让读者把吴国光定性成什么呢？就是说的这个大清洗啊，是一个情绪操作，那觉得你吴国光不是在分析了。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啊。他接着下一段他说，真正让我感到不适的其实并不是对习近平的激烈批评啊，批评本身从来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这种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依赖对现实的细致辨析，而是依赖一套高度定型的概念切换。然后他说，在中文政治讨论中，我们已经太习惯于滥用词汇。这个话很重要啊，我们来看看这怎么。他说我们已经太习惯于滥用词汇，在这里呢，陈均做的是一个扩大对象，这就不只是反驳某个人了啊，吴国光了，而是在教育整个圈子，就中文圈，就是你们这些评论者啊，也包括他啊，他说我们都太爱用大词儿，这个效果是双向的。他说这个话啊，第一，他把自己呢放到了一个少数的严谨者的这么一个位置，因为我既然看出了这个问题啊，我也在批评你，那就说明我不是这样的人，我是一个严谨者，是吧？我的一个天然的高位。那么另一个作用呢，它是让读者觉得说，这篇文章不一样，这篇长推文，我要是读懂了，我要是赞同它，点赞转发它，就显得我也很高级。我也很精准，我不是你们这些爱用大词儿的人啊，我是很精准的，很专业的，会产生这么一个效果。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啊。他说，如果我们还愿意认真对待历史，那么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整肃或反腐啊。然后他就定义了，说了一下，它是一场由国家机器发动。那么具有明确的制度形态，什么呢？秘密警察主导，快速审讯，缺乏正当程序，大量案件由检疫机构草率裁决啊，等等等等。伴随着公开审判的政治表演啊，很多，他说了很多，他认为这些都是这个斯大林式大清洗的这个定义的组成部分。好，我们来看看他这一段的用意是什么啊？这一段实际上是他整个长篇推文的一个技术重点。就是陈均并没有用情绪来反驳吴国光，而是用这个事件的制度构造，等于来抬高这个类比的门槛。因为吴国光不是把习近平的这个大清洗比作这个斯大林式的大清洗嘛，对吧？我们先假设这就是吴国光的原意啊，因为也有人说不是，这个不重要。我们现在分析的是陈均这篇文章。那么好，换句话就是说，陈均在刚才这一段里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要用斯大林大清洗这个词，那你就得同时承担它的制度组件。什么呢？就是刚才那些他说的什么秘密警察呀、快速审讯呀、缺乏程序政治表演、指标化、配额化，就是所有这些东西，它都算是斯大林大清洗的组成部分。就是如果你说一个事情，你说这个有点像斯大林大清洗，那你就必须得让这个事情里，就比如习近平对张幼霞、对军中做的，你就
一条归一条都要能匹配上斯大林大清洗的这些条目啊，比如说秘密警察啊，中国有没有做快速审讯，有没有缺乏程序啊，有没有这个等等等等，你必须都得对上，你才配用斯大林式大清洗这个词儿。所以他的这种写作策略啊是很有效的，等于就是他先把对方，因为他等于是在跟对方辩论嘛，他等于把对方要用到的一个概念，比如斯大林大清洗这个概念啊，先把这个概念讲得非常的大，非常的重啊，重到你根本对方就拿不起来了，因为你要用这个概念，是不是？那你就得证明有没有这一堆的东西，所以你等于是让对方很难再开口去说了，所以你能体会这种写作策略吧？啊，好，我们再看下一段啊。他接着说啊，更重要的是这个死亡的规模人数。他说，在大恐怖最集中的年份里啊，被捕人数以100万计，被处决者以数十万计啊，常见估计约70万上下啊，等等等等。然后他后面说，他说这个不是说抓了几位将军，他意思习近平就只是抓了几位将军，对吧？那跟斯大林式的大清洗是有差别的。好，他的这句原话也说，被处决者以数十万计（括号常见估计约70万上下），这是在干嘛？这句话是干嘛？这是一个实证钉子，他没有说谎话啊，但是用一个钉子钉在这里，等于这个数字当然有点粗略啊，但是呢也是权威感很强的，对吧？70万，等于他是用这个70万去对比习近平这边只抓了几位将军啊，这么一来呢，他的这种对比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吴国光，你不用再跟陈军去辩论这个清洗2个字能不能用了，因为整个这个数字规模这个差距摆出来，直接就显得吴国光非常的不严肃，对不对？你这只抓了几位将军，你怎么能跟清洗了70万人去做一个类比呢？那这一招呢，很多人以为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史学分析对比，但其实不是，这只是在修辞手法上做一个降维打击，就等于是用这种量级差啊，我直接摆出一个量级，这边70万啊，你那边就几个人，用量级差直接来终结类比，就不让做这个类比啊，终结掉了。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啊。他说呢，这个吴国光的分析呢，恰恰是把这些最关键的事实层面抽空了。大家记住这句话啊，把最关键的事实层面抽空了。这句话很重啊，我一会儿给大家分析啊。你看怎么抽空呢？他就说，这些细节他都没讲，只是保留了清洗、集权、不安全感这些高度抽象的要素啊。好，那我们来看看啊。这句话把这些最关键的事实层面抽空了，这句话就是陈军在暗示吴国光的工作方式是一种不处理细节，只保留能支撑结论的抽象词啊，清洗、集权、不安全感。所以他在指称对方是一个概念扩声器啊。我们之前的这个系列啊，讲中共认知战的时候，给大家讲过这个扩声器是什么意思，对吧？在认知战里的作用。那其实陈军用这个认知战里面的一个词儿啊，这个扩声器啊，概念扩声器，实际上他把这个帽子扣在了吴国光的头上，他认为你这么做就是一个概念扩声器。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在这里面呢特别有意思啊，他说在数学里啊，这个是挺新奇的啊，我看过非常多的陈军的长文啊，那么这个是挺少见的啊，他开始用这个数学理工科的一些观点啊，也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王鲁飞、艾森之流学的啊，但是很有意思。他说呢，有一个叫合并同类项啊，然后就等等说这个话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合并同类项啊，其实这是陈军的一个新尝试啊，理工式的比喻啊，其实呢就是用数学的这个词汇包装了一个心理判断，就是你懒，谁懒？就是吴国光懒啊，你只是图方便、图省事儿啊，你这个行为，他不能在文章里直接说啊，吴国光你因为懒，所以怎么样，对吧？他用了一个数学的词汇来包装，你就是擅长做这个合并同类项啊等等。
那这么去说带来2个效果。第一个效果就是让读者觉得，嘿，陈军讲的好精准啊！你看，这是一个数学概念啊，这是一个理工科的概念啊，中文圈就吃这一套啊。然后，第二个效果呢，它是把吴国光的错误呢，就从了这个观点分歧，变成了一个思维品质问题。大家一定要去感受啊，就是他这个字里行间实际上都一点一点的在定义你吴国光的一个工作方式啊，定义你吴国光的一个表达方式啊。在这里本来是观点不一样，大家，但是呢，他把这个改了，让大家觉得说，哎，这是吴国光的思维品质问题，他懒，他做事不细致、不严肃，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好，接着说啊，你看，他到下一段的时候，他换了一个词叫惰性，他说这种惰性并不是偶然的。为什么呢？他说吴国光离开中国已经整整36年了，哎，开始了，这个就开始切入到正题了。36年意味着什么？他就说中国已经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对吧？意味着世界都已经换了好几轮结构了，啊，美国都不是同一个美国了啊，这个人那个人执政。好，然后他在后面说，他说但是啊，他说这些都是基本常识啊，他说但是，在吴国光的论述中，时间似乎并不存在。历史是静止的，概念是固定的，啊，只要现实还能被塞进原有的概念框架之中，变化本身就不再需要被认真对待。你看，不再认真对待，都是在字里行间。虽然他没有说直指吴国光，说你就是一个不认真的人，你就是一个懒惰人，但是你看，字里行间他都已经表达很清楚了，这种惰性，对吧？啊，变化本身就不再需要被认真对待。还有最重要的这一句，时间似乎并不存在。这是在干嘛？就是陈军换了一个打击轴。刚才是讲那些史学类比，对吧？习近平的清洗跟斯大林式的大清洗的，他现在不讲这个了，开始给你讲观察窗，就是对任何事情，他认为关键不在立场啊，你要取决于你在哪一个观察窗口，关键也不在于这些价值啊，这些价值观也不重要，而是在于时间流逝呢带来的这种必然改变。把这个概念引入进来，实际上潜台词就是告诉大家啊，中国不一样了，中国变了啊，未来还会变，对吧？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叫再框架，就是从吴国光讲述问题的这个框架里跳出来，我再给你扣一个框架，然后要把你们带到我这个再框架里去谈论。谈论什么呢？实际上就把原本那个框架里的政治争论，本来是政治争论啊，在陈军的这个新的再框架里呢，就改写成了一种认知更新能力的争论，就不是在聊政治了，而是说你们的认知是怎么认知这个问题的。时间过去36年了，你吴国光为什么还用这些词儿、这些概念来聊这个问题？然后他引导他的读者认为是吴国光的认知更新能力有问题。就在这个新的轴线上去打击了。好，再看下一段。他说：“我一直认为呢，评论当下政治呢，关键不在于你站在哪一个价值判断的位置上啊，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呢，说这个啊，如果观察者啊固执的就是用早年的判断啊去看这个事情，那么大家看最后一句话啊。”那他看到的并不是现实本身，而只能是自己记忆中的投影。好，我们来分析这句话啊。那当然，这句话说的当然也是吴国光啊，对吧？这个就是他整个这个长文里后面去做的一种文学化的收束啊。我差不多这文章快写的差不多了啊，先做一个文学化的收束，从这个具体的事件，就是整肃军队这些事儿啊，到了这个中间去聊方法论。啊，就是吴国光，你在评论任何事情，你的那个方法论是不是出问题了？你是不是一个类比的一个滥用？啊，你是不是一个固有的概念还扣到现在的这个时间窗来用？啊，你是由此呢？你是不是懒？你是不是认知更新能力有问题？等等。那么到这一段就上升到了一种心理的一种存在状态了。那因为他说了嘛，你只能是你自己记忆中的投影，这是一种心理状态。所以在这儿。陈军就不只是在反驳吴国光这一次了，
不是说你这一句话说的有问题，或者你这一个采访说的有问题了，他等于是给他这个整个人去做一个人格诊断了。后面我会更详细的分析大家接着往下看那么这应该是倒数第二段了哈，陈军的这个最拿手的哲学戏码登场。他说，哲学上有一句老话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世界在流动经验理应随之更新，但在吴国光先生这里，他似乎可以任何时候跨入同一条河流然后最后说作为一个政治学者实在谈不上严肃，也不够认真，还是没憋住把这个评论说出来。我们来看看这是怎么做的首先第一句话，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个大家记住，这个是陈军写长文的一个惯用的写作手法就是用一个非常高级看似非常普遍的哲学格言来带路。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他不用提供新的信息，他只是在这儿建立一个道德高度，营造一个文明感，因为这是一个哲学格言然后让读者产生说这个人在谈大问题的这种敬仰。因为你一旦用了哲学语言，那么之后这句话之后，这句哲学格言之后，那么这篇文章里陈军所说的所有的这些政治批评这就显得不是在立场上相争了，因为他用的是一个大家都普遍认可的一句哲学格言嘛，就仿佛他说的都是常识，大家能理解这种作用吧？好，我们接着分析后面这句话，他说世界在流动，经验理应随之更新。这句话在叙事上是暗示什么呢？我们把话说的直白一些，就是世界在变，世界变了，你吴国光没变，我陈军才是跟着世界在走的人。潜台词就这么直白那这句话的权力关系很清楚就是说我陈军代表历史流动，你呢吴国光，你代表的是一种书本的僵化，对吧？等于他仿佛你看这个文字本身你觉得陈军在说哲学问题，对吧？他没有说吴国光你错了但是潜台词就是说你吴国光落后于历史了好，还有一句话，他说那条河并不在现实历史之中，而只存在于它书本的概念之中。这句话不是反驳了，这是一种人格化的贬低了你看人家就说这个温文尔雅的人即便是想骂人，他也不会带脏字的而且是用哲学格言来去进行人格化的贬低他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吴国光你不是在分析现实你只是在重复概念，你是一个僵化的大脑，你活在你读过的那些书本里，这是一种学术羞辱了，对吧？这是典型的句式嘛，就是说不是你错了而是你不在场。你在哪儿呢？你在那个某一本书里你在那个老掉牙的这个象牙塔里你在一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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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境里，但是你不在我们这个辩论的现场你不在这个活在现实里所以这种不在场不管他用什么语言来描述对方不在场这在公共话语里就等于什么呢？就等于那不值得认真讨论了，因为这个人都不在场了，他跟我们都不是一个层级可以聊的，我就不用认真对待你了这只是他只是一个老派知识分子的幻觉，在这里胡说八道，我们就不用认真对待，用这种方式。这个实际上是陈军在这里做什么呢？做一个裁判式的收尾了。好，最后一段你看这个他这条推文是转发不明白播客讲吴国光接受采访的这一个推文，然后陈军等于是在回复他转发评论出来写的这篇长文那么这篇长文的最后一段是这样，他说同样如果批评只是为了不断证明一个早已存在的结论，那么这种批评与理解现实之间的距离只会越来越远，而这正在成为这一代人精神困境的真实写照。我们来好好分析一下最后这一段话
第一句啊，如果批评只是为了不断证明一个早已存在的结论，最后这一段呢，等于陈军把批评本身变成了问题。就是这句话表面上是对吴国光说的啊，但他其实是在对整个反共舆论说。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到，他在对整个的反共舆论说什么呢？就是你们不是在理解，你们只是想证明自己早就对了。这是一句什么样的话啊？什么样的姿态？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大家记住这4个字叫去政治化啊。一会儿我也会给大家详细讲啊，什么叫去政治化，它的作用是什么？在中共认知战里，就是大家都在批评，对吧？批评中国，批评中共啊。那么在这里，他把批评变成了一个动机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就说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要批评呢？其实本身很简单的，因为事实层面它需要被批评。中共做了值得批评的事情，这样的事实存在，所以我们要批评，这本身就是一个事实层面的问题。所以当有人批评中共的时候，原本就哪怕你不认同，我们也应该是在事实层面去讨论啊，就是说你的这个批评是不是真的呀？是不是中共做的呀？这个数字对吗？等等，都是在事实层面去聊。但是在这里呢，你看陈军非常高明的做了一个去政治化，就是他这句原话啊，如果批评只是为了不断证明一个早已存在的结论，它就变成了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要批评中共啊？你们不是从事实角度出发的，你们是有一个动机问题，你们只是想证明自己是对的，早就对了，你们的立场没有错，你们是维持自己的那个顽固的自我的那个立场，所以这么多年你们一直坚持着去批评中共。所以大家能理解了吧？就是他把批评变成了一个动机问题，就不再是事实问题了。这么一切换非常高明啊，直接去政治化，就变成了你们这些人啊，你们这些反共的人或者你吴国光有点问题啊。我们接着看什么问题。下一句话他说，这种批评与理解现实之间的距离只会越来越远。大家记住啊，这是认知战最核心的语言，就是它的政治效果是什么呢？就是让公众以为啊，这个批评者不是公共力量，批评者只是在心里投射，批评者离现实越来越远啊！你看，就是把批评者跟现实推开，把批评者描述为心里有点问题啊，那这等于就把整个的这个批判话语这个整体啊，推向了一种不成熟的感觉，对吧？他自己站在一个很高的位置，然后去评论，就是你们这些人，你们都不成熟，不入流啊。那受他影响的这些读者、受众就会觉得，哎，这些反共人士、这些批评的人不成熟、不入流，他们这些批评都是一些自己的一些情绪宣泄、一些心理投射，我们不用太当真、太认真。好，最后一句话啊，最狠的一句话啊，我们看，而这正在成为这一代人精神困境的真实写照。就他这一篇长文的这一句话啊，最后的这一句话，等于陈军就把这个政治批评变成了什么？精神困境。这就是全文最后的一个升格啊！这就不只是吴国光一个人的问题喽，是你看你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困境。就这句话极其重要，因为它完成了一个最后的转换。因为最开始是政治争论嘛，然后变成一个方法问题，对吧？说你吴国光你的方法论有问题，你为什么方法论有问题呢？你懒，你不认真，你不严肃，你那个老顽固啊，你这个观念陈旧啊，落后于历史，你不愿意变啊，你可以2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就这些，对吧？然后在这儿就刚才又说到了这个心理困境，是吧？你为什么批评中共呢？是因为你想证明你一直是对的，你这个批评的动机有问题，等等等等等，在心理困境这儿又进行了一轮打击，然后最后这句话落在了一个世代病症上，就是你们这一代人有病啊，说直白了就是这样，有病，所以才会这样，精神困境啊，精神病。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陈军写长文的一个模式。当然，他每一篇文章还是有一些不同了，但是其实很好分析，只不过是需要我们花这么长的时间才能分析清楚。很多人是看不懂的啊，就觉得绕啊，我不想听了。但他也不是写给这些人看的，真正能看懂的人就很容易被绕进去，因为他非常擅长用知识的语言，他目的是什么啊？完成这个政治情绪的一个降温，以及去政治化啊，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两个目的。所以我们再回看本文啊，这个长文结构非常清晰，对吧？吴国光用了大清洗这种重词儿，但是你是词语滥用，然后你在概念拼贴，然后呢，为什么呢？你缺乏历史语境啊。那么说吴国光呢，其实只是想证明一个早就有的结论，然后最后说，哎，这是精神困境。这就是一个本文的一个结构啊，这就是等于它的一个长文的一个闭环。它很多长文大概都是这样的结构啊，就是如果你想分析，其实每一篇都可以分析，但是其实也没有意义。我们用这一篇就可以分析得很清楚了啊。好，我们看看啊，那陈军这一篇长文出来之后，吴国光的回应是这样的。吴国光说，这次讲张幼霞的事儿好像是捅到哪个马蜂窝了，本来就缺少时间，很难去一一解释。其实他是可以解释的，他的吴国光的水平当然是可以像我刚才那样去逐条逐句的去分析清楚陈军的用意，对吧？那当然就是这需要时间嘛。那人家说了，我们没有时间去一一解释。他说有些话呢还是要说，等说过后考虑闭嘴。尽量少在媒体发言，免得正事儿耽误了还惹一身骚。他的意思说他惹了一身骚。那这个回复呢，陈军还去转发了啊，这个就不说了啊，因为吴国光等于在这里就直接画下了一个停战的符号，对吧？但是我昨天说了，那吴国光你可以停战，我觉得不可以，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议题，对吧？吴国光你开了一个头，陈军接上，其实在这点上，如果能够讨论透彻，我觉得对于公众的认知提升是很有好处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要做这期节目啊。我们从中共认知战的角度来分析，给大家分析。好，那吴国光不愿意分析，我来分析啊。如何达成中共认知战的效果？我还是得说啊，我还是必须得再次说一下，我们这个系列并不是说这个每一个人物啊，说他就一定是收了中共钱了，或者他一定是被中共胁迫去帮中共说话什么，不在这么低的层次。我们不是抓特务，也不是说在这里就扣个什么大外宣的帽子啊，不是这个意思。有人说什么这陈军是特务什么的，我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指向这个事情，对吧？因为我们都知道，他们那一代的人呢，有很多的一些个人经历，对吧？比如假设有的人是坐过中共的牢啊，有的人是被中共迫害过啊，或者家里人被迫害过，有的人曾经被限制出境，有的人被迫离开中国几十年也回不去啊，到现在也回不去。但他们当然，你讲述个人经历的时候会把这些东西讲出来，但是我想奉劝各位，就是这些东西不用太当真。我不是说他们，我的意思不是说他们在说假话，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由于他坐过中共的牢，或者由于他现在回不了中国，你就认为他一定是中共对立面的，这个不一定。我们知道这最简单的周瑜打黄盖还有苦肉计呢，对不对？那我也不是说他们就施的是苦肉计啊，我只是告诉大家情况是很复杂的。一个人也许前半生坚定的反共，那现在不管遇到什么事儿了威逼利诱还是什么情况，他就变了，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些证据我们不在这里抓，因为我们没有渠道可以去抓这些背后的证据，这是 FBI 该干的事儿，对不对？这是一个中共特务，那 FBI 去抓，我们也不是法庭，我们也不是警察，跟我们没关系。所以我们只分析说，这个人还是那句话，我这个系列里做所有的人，不管他是主动的去帮中共做认知战，还是被动的，就是他的认知就在这里，但是他的言行说出来的话传播的效果，配合上了中共认知战，等于就是间接的帮了中共。你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这个我不管。我们想分析的是，就是这个效果是什么样。实际上就是把这个中共认知战那个模式，
给大家讲清楚。好，我们来看看啊，这是如何达成中共认知战效果的，就是陈军的这种长文啊。好，第一，他把批判呢变成语言问题。你看啊，这个长文里，陈军不是在说啊，习近平在干什么，他是不是清洗什么？他没有纠结在这儿，他直接就说你吴国光你用词不严谨，对吧？这是典型的认知战里的一种就是转移啊。就从本来我们讨论的是权力行为，就是你习近平你为什么可以，或者斯大林为什么可以做清洗，这是一个权力行为嘛。我们不聊这个事儿，不聊习近平跟斯大林的对比啊，我就不在这儿聊，直接转移到什么？就是你这个评论者就吴国光啊，你个人的素质，你是不是足够认真？你是不是足够严谨？你是不是有心理困境啊？精神病症等等，就全都到了转移到这个评论者的素质上面去聊了。这结果就是什么呢？这个事件本身退场了，对吧？观众就开始去吃瓜了，或者就开始讨论了，就是哎，你看这两方呢，陈军跟吴国光啊吵起来了，他们俩谁更学术啊？谁更认真？谁更有这个水平啊？就全都聊这些问题了。这是我们在中文圈非常常见的，对吧？那这个当然本身就是让这个政治事件就降温了嘛，你等于转移焦点了，对吧？好，我们接着来看啊，第二个作用啊，就是把反对者写成概念囚徒。就是陈军不需要替习近平去辩护，说哎他不是大清洗什么，这个是非常低级的认知战的做法。他只需要让这个批评者就是吴国光，让这个吴国光看起来是什么呢？是一个哎活在书里的，没有时间感的，他在心里投射的，哎，只要让读者产生这么一个印象就可以了。等于他直接就把这个批评者吴国光啊，或者这个整个他的这个反对话语这一套语境就削弱了嘛。让大家觉得他不够可信嘛，因为这就是一个什么说难听点话啊，什么老糊涂啦啊，这个观念不够更新呐，活在这个书本里，用过去的一个概念就强行解释现行的这个现象啊什么的，就是把这个可信度削弱啊。第三个效果呢，他在制造高级犬儒，就是陈军式的长文啊，经常给读者一种心理暗示。对吧？大家可以去看，比如他评论这个乌克兰问题也好啊，各种问题，美国的问题，他都是在给读者一种心理暗示，就是你看完他长文，你会觉得哦，世界很复杂，对吧？说你们太草率，你们说话呀、下定义啊，都太草率，别急着下结论啊，这些都是类比的滥用等等，他就在营造这么一个氛围。这就导向了一种什么结果呢？就是算了，大家都别说了，对吧？因为你说不过陈军啊，你也说不过这个复杂的世界，因为谁能够，哪怕像我这样啊，你可以滔滔不绝在这里做1个小时节目，我相信一个话题你也说不透，对吧？因为太复杂了这个世界，尤其是在推特上，就更加不是这种1个小时的节目了，那你就是几行文字。甚至有的人没有栏位140个字以内，你觉得一个问题能说透吗？你说的肯定是片面的嘛。那这就会被陈军这样的长文去揪住，因为你说的太草率了啊，你这个是很轻易的下的结论呐，你这个类比错了等等。那他对你进行一番批判之后，最后就导向了大家就觉得哎算了，都别说了啊，也说不清楚，都别说了。所以这个就是中共认知战最想要的一个状态，就是中共最希望，因为海外的世界嘛，他没有办法把大家嘴堵上，所以中共最希望就是大家不要愤怒啊，出了任何事先不要愤怒，这个情绪不要升腾起来，也不要讨论，降低这个热度啊，不要讨论，最后就是不要继续关注了嘛，这个热度就降下来了，这是第3个效果。培养了一群的高级犬儒。第4个效果，取消政治道德的正当性。就是吴国光说大清洗，对吧？他这个其实是一种道德警报，他并不是说现在这个清洗就一定是70万人了，一定是完全跟斯大林式大清洗逐条都对应上了，不，人家就不是这个意思，只是一个道德警示，你们要注意啊，曾经历史上有这么一个大清洗是这样残酷的，那你看看。
中共做这个事情，即便数字不匹配，那它本质逻辑上是不是有相似度？就这么简单，一个访谈节目里的一句话，对吧？但是到陈真这里，他的潜台词是什么呢？就是你别拉警报啊，你别太夸张了啊，你这个太不严谨了，等等，就是这潜台词。那么这种反夸张本质上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达到去道德化、去动员化、去政治化。你看，就是他不希望有人把这个事情煽动起来，说让大家觉得我靠，中共现在在做斯大林式的大清洗，习近平在做这个事儿，那大家这个情绪就起来了，对不对？就各种道德标签就起来了，那这个热度就起来了，那甚至有可能会动员起来了。这个动员是什么啊？因为他这个信息会反馈到中国体制内的军队内，那会不会有军队哗变？会不会有军人觉得说，哎呦，这是一个斯大林式的大清洗，那就我肯定跑不了了嘛，因为这么大规模的，所以我干脆反了吧。中共就怕这种动员式的结果，由海外的一种声音，最后造成内部的一个混乱。那陈军这样的长文啊，或者这一类的认知战的做法，最终的效果就是说，哎，太夸张啦，没有，哪有什么斯大林式的大清洗呀？距离什么70万人还远呢？这是吴国光一个人的，就是他那一代人脑子有病，胡思乱想的啊！不要紧张啊，不要愤怒，没有那么可怕，就把这个动员压下去了。这就是一种去动员化、去政治化，这当然符合中共的需要，对吧？好，我们再来看第5个效果，最后一刀。就是把这个批评者啊去做心理化，精神困境，大家还记得吧？最后的那句话里的精神困境这4个字非常狠，他就让这个反对者啊吴国光啊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大家就会觉得啊，这个情绪病人啊，世代困境，认知惰性，这就不再是一个非常可以去大家可以去认真对待的一个公共的辩论者了。你会跟一个这种有世代困境的、有认知惰性的这么一个情绪化的病人去辩论吗？你会把他的话当回事吗？这等于就是一个典型的去政治主体化啊，这是最后一刀啊，非常狠，其实。好啊，那等于这篇文章呢，我们就分析完了啊。最后啊，我们来做一个总结。这是非常高级的一种中共认知战，非常高级啊！这和那些什么粉红粉饰太平的，然后说中国要有多好，中共有多好，不一样啊，那是非常低级的。这也不是像王鲁飞、艾森那种级别的了啊，那种级别只是涉及中国的我不说我不敢说，我选择性沉默，然后聊到美国了，我就使劲的说你看多坏多坏，问题有多严重遇到这些反共人士我就猛烈的批评但是亲共人士我又假装看不见，他们是这样的这是然后我怎么去论证这些呢？我就是不停的刨数据有人形容说他们就像这个非洲猎狗一样喜欢逃纲OK， 这个比喻非常的去人格化了但是挺形象的，就是专盯着这个动物的这个纲这个位置，就是不停的逃，就是逃这些反共人士的所有原来说过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在网上说话是非常碎片化的，而且是有他自己的语境的。但是王鲁飞他们就特别擅长把这些东西全都罗列出来，好像弄一个核定本。你看包括他们那圈子里还有一个叫什么猫叔讲故事的有人说这就是一个上海的一个派出来的一个外宣或者一个特工这个我也没有证据，但是这个人就是不敢暴露自己的位置这么大流量，但是在这个推特上连蓝威都不敢买。他和这个王路飞这都是互动非常频繁的，所以他们就干这个事情摘录这些数据做成核定本，然后去攻击一个反共人士，说你看这个人说话前后颠倒的，这精神有病就是治黑或者怎么样，他们就扣这样的帽子。
这个就是中等级的中共认知战的做法。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跟他们也互动很频繁了，现在的是一个非常高级的中共认知战的做法就是这陈军先生当然他为什么这么做我不知道，动机什么我们都不分析背后的故事我都不知道，我只是分析这个效果给大家听。怎么做的呢？第一他不用替中共说话，但是他通过他这些长文，他通过他就是在他的这个现在比较互动比较频繁的圈子里他转发谁的贴呀，或者说用这样的方式营造一个圈层，打造了一个什么呢？是一个中共觉得特别需要、特别舒服的一个氛围不直接替中共说话，但是我替你把这个氛围打好。这个氛围是什么？就是批评中共的人，他们就会批评这些批评中共的人。怎么批评呢？就是你们这些批评者，你们永远不够严谨你这个警报太早了结论太快。那有他这样的，因为事情出来是这样嘛，有这个非洲猎狗式的逃纲的去给人做核定本直接攻击的，像王路飞他们这些人，那你面对的是好多人的对你的攻击而且是这个执着的咬住不放的骚扰性非常强的攻击。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然后你会发现陈军写了一篇长文，这个长文就是像今天我给大家剖析的写吴国光的这种长文，他没有说很情绪化跟你吵架去骂你，或者没有，全在字里行间，但是其实也对你进行了某种贬低，然后也引导他的读者对你产生了某种不好的想象。那好，最后这一篇长文是一个盖棺定论式的扔出来，很多人就沉默了。然后这个长文当然了，你像这些王路飞还有很多人那就会转载嘛就会说哎呀写的太好了，就是这么回事这个水平太高了，我们都写不出来等等等等。这是一套做法，就把这个我们都知道人孰能无过呢，对吧？尤其是平时做访谈那这个话更是有可能有各种口误了，有可能你说的很开心，有一个比喻稍微夸张了一点，这都很正常。但是你本身应该分析错误就完了嘛，就事论事的在错误这个，但是他们会在这个地方升格成是一种说你是人格困境。你为什么会说错呢？是因为你人格困境，你常年反共，你有病了。你这么多年离开中国，你不了解中国，你去过中国吗？这是外交部的经典话是吧？所以最终本来大家是在讨论政治，但是其实他们是要降温的，他们是要去政治化的，所以他们最终不在这个政治讨论上去纠缠，他们就转化成了一些精神诊断，在这个点上去打那最终的作用，这种高级的中共认知战最终的作用其实就是公共降温。大家记住公共降温和去政治化，做到这两点就 OK 了那当然了，我们可以再多说两句就是有一种人呢，我今天在我另一个频道不精英派对里也讲到往后大家会看到，因为世界的格局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旧有的这个秩序无论如何是守不住了，那么新的秩序在到来之前，那么大家都会去猜新的秩序会是什么样。你们会看到在华语世界有越来越多的人会表露无遗，或者原来是好像是某一种对的，然后现在突然就跳反了等等的，你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人。实际上他们做这些事情就是无论主动还是被动配合了中共认知战为什么？他们在赌一件事儿，就是未来的那个世界格局里，世界秩序里有中共的一席之地。我没有说中国大家记住是有中共的一席之地，因为世界这个版图肯定是有中国的一席之地嘛，不是中共的中国，另一个中国呢，它也会是一个大国，对不对？当然可能会是一个对人类文明更负责任更好的大国anyway， 但是他们赌呢，美国在战略收缩，对吧？它不可能像过去的这种全球化时代去传播自己的这个价值观。
那么中国呢，无论经济下行，但它还是一个，对吧，瘦死骆驼比马大的状态。那么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你必须要接受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多极的世界，那必然有中共的势力范围。中共不是那么容易就推翻的啊，这都是这些人的认知和他们的一个赌博，所以他们认为在这样的一个新秩序之下，我需要无论从自身的安危，从一些自身的利益角度啊等等的，或者投机的角度，他们都觉得我需要说一些比较中立的话，我需要说一些可能甚至讨好中共的话。那当然，这个过程中你必然就配合了中共认知战想达成的效果了。那你配合之后有没有什么样的好处？那我们就不知道，对吧？因为每个人获得好处的方式不一样。好啊，我们今天就说这么多啊，因为其实呢，拿陈金先生举例来说呢，也是因为我毕竟跟他做过10期对话啊，也有过很多交流啊，我依然认为啊，陈金先生非常的有水平。你看他这篇长文非常的有水平啊，你想把它拆解开来，我用了1个小时，对吧？他身上有很多值得人学的地方，只是因为我对他可能更熟悉一些。那我们知道，其实网络上这样的人，那就不止他一个人，对吧？我之前做这个系列，讲的这些人物啊，包括我自己也讲我自己1期，对吧？其实这些人物都不是一个唯一的代表，我都是在讲某一个类别的中共认知战，某一个层级的一群人里面，我可能选这么一个人当一个代表性的人物给大家去剖析，都是一些我相对比较关切或者我比较熟悉的一些人物。OK 啊，那我们这个系列还会继续往下做，还有很多别的类型，还有很多别的人物。那今天就聊到这里，感谢收看、订阅、分享。